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新的恋情在哪里？我们为大家准备4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黄色棉花糖，船的卡牌。第二个选项是白色棉花糖，月亮卡牌。第3个选项是蓝色棉花糖，房子卡牌。第4个选项是粉红棉花糖，孩子卡牌。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种颜色的棉花糖或卡牌。如果有2种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2个都听听看哦。那我们开始吧。OK，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项，选择黄色棉花糖和船卡牌的朋友，你的新恋情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吧。画面有点切到，还是有点切到。等我一下哈，我调整一下牌面。
这里好了。OK， 我们来开始解牌。首先我将邂逅的方向分为6大部分。那第一个呢是网络或是社交媒体上面去认识的。那第二个呢是稍微外出，例如说去买个东西啊，或是喝个下午茶认识。那第三个呢是学校或职场。第四个是国外，例如说旅游或者是留学。那第5个呢是经过认识的人的介绍。OK， 那最后一个呢，他是已经认识的人，就是从已经你知道的一个人里面出现的。OK， 那目前这个牌面上来看的话，比较有可能的是这3条线。我们一个个来看哦。我们先来看一下职场或者是学校的部分哦。我觉得你会遇到一个我觉得你还蛮崇拜的一个对象，或者是我觉得你会跟，例如说接下来你会跟学校或职场上面比较有声望，或者是比较稍微比你的地位高一点点的，或者是你会觉得有点高不可攀的存在。那学校的话，例如就是什么校花校草呀，或者是例如说就是大学刚来的助教呀之类的。或者甚至比较一个独特的偏颇的一个状况，可能例如说是老师之类的。那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应该是满怀梦想，满怀理想，而且他是还蛮能言善道的，然后温柔体贴的一个人。只是如果你要，我觉得之后如果你要追他，或者是你要接近他的话，我会觉得第一点就是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帮你。然后如果要联络，或者是要例如说增进一些就是增加一些机会去认识他，或者是接近他的话，我觉得你应该都要稍微偷偷的来，就是例如说偷偷的跟他交换 LINE 啊，或者是例如说平常就是短讯联络这样子或者是就是不会在公开场合上面好像2个人真的很好，然后直接就是2个人就是中午就是一起去吃饭这样，应该是不会，就是我觉得一开始会是比较沉潜在不能够公开的领域里面的一个交流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也不用找别人帮忙，因为别人帮忙可能没有什么用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他的个性可能是比较内向内敛一点的那种，然后你会觉得他的形象就是比较静态的，然后会比较是感觉就是很有礼貌，然后或者是很无法被玷污的一个美好的形象这样子。 OK， 好，那再来就是还是聪明的，然后或者是他本身就拥有许多的知识。OK，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国外旅游或者是游学遇到的我们来看一下OK， 好，那这一组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会突然之间，就是你看到他，你就会觉得你很喜欢他，就是你会燃烧起来你的热情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就外表或是那种魅力上面而言，就是魅力而言应该是你的天才这样子。
然后他的年纪应该是会，年纪应该是会是，年纪应该会是跟你是差不多同年龄的，同个世代的。然后只是我会觉得你们两个的进展会比较没有那么的顺利。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遇见他，你会有一点不敢去追或不敢去接近，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怕你会失败，或者是我觉得他可能很多人追耶，就是他应该是很受欢迎的那一种，就很 hot 的那种人。你看他这张牌，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旁边有很多很多的，就是穿着蜘蛛装的人，有没有？蜘蛛装，蜘蛛装。好，那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情敌的感觉，就是很多很多的人也喜欢他，也在想要接近他，然后你会不敢去这么的积极明显的去追他，而且你自己应该会觉得自己会输。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赢其他的情敌这样子。OK， 好，但是我觉得你在国外，无论是旅游或者是留学游学，你应该遇到一个让你非常非常吸引你、很让你心动的一个人哦。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呢，这是经过朋友或者是认识人介绍的哦。好，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应该是最符合你喜欢的一个样貌，就是应该说最适合跟你交往的一个样貌。就是因为Empress 它本身是一个就是不只是外表是你喜欢的型，它可能包含它可能例如说他的三观啊，或者他的行事作风，可能都跟你很合哦。所以这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性蛮大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呃他的特征哦，我会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蛮有计划性，然后蛮认真，而且比较呃不是那么轻浮，不是那么浮躁的一个人。然后，而且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蛮会珍惜东西，蛮会珍惜身边人事物的一个人。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他现在的人生里面应该有个新的计划即将要开始。不一定是创业啦，或者是例如说，可能要考，例如说研究所啊，或者是要，例如说可能想要做一些什么新的创新的事情啊之类的，或者甚至是想要出去留学游学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人他会让你认识他之后，我觉得你会很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很心烦，或者是很忧虑的时候，如果你可能跟他聊天，或是你有跟他出去再回来，你会觉得你的压力跟你的一些烦恼，你的不舒服、不开心会全部都解决。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情绪，就是可以给你蛮多情绪价值的一个人。好，然后再来就是，我想想哦，等我一下，我整理一下，我看一下，看一下这图像。
OK，那一般的圣杯四哦，都会是一个人坐在树下嘛，然后老天爷给他一个杯子，看他要不要，然后他一直不拿的那种就是牌的意象这样子。那我个人会觉得，因为我这一副牌是新的牌，然后它是 Circus， 然后它这个牌的给我的感觉会是说，我觉得你可能会跟他就是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跟他有点距离感，就是你会不知道你应该说他应该有很多的怎么讲？就是他可能知道很多，懂很多，或者是你可能每一次跟他出去玩，或是跟他聊天，你都会发现他的不同的面相，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船会是有个眼睛的感觉，然后这边有一个水的纹路汇聚而成的一个人的脸。那我会觉得说，你今天拿了这个杯子里面的水，会很像是它的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它还有很多，就是你要透过你的眼睛去了解它，你可能只能了解到它一部分，而且你会觉得它好多的面向。那你拿取的可能只是它其中一个面向，就是你喜欢它其中一个面向。但我不是说他其他的面相不够好，而是我觉得这个人可能可以让你慢慢的去品味他，去了解他。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们认识了，就是我觉得慢慢的去认识对方，去了解对方，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就像这个杯子一杯一杯慢慢捞这样子，就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呢，我看一下哦。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人，因为他很懂得，我觉得他很懂得珍惜，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人。而且目前看起来他应该没有其他的，情敌。哦，不过有一点啊，就是刚才我又从这张牌里面稍微有点看到，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反而是你会有点犹豫，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会有点犹豫，说就是是不是真的就这个人就可以了，会有这种感觉，就你会有点犹豫这样子，然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跟这人在一起，这有一些可能，例如说你可能有喜欢别的人，就是有其他的，在意的对象，那或者是你可能只一开始就是跟他比较不熟嘛，那你可能一开始想说，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值得你去交往？然后你自己会内心会其实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确定，就我觉得这个人会给你这种感觉，但这个人他其实是蛮好的，我觉得他是个诚恳，然后会珍惜别人的人，但是看他的那个特征的牌，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我觉得他可能不是那种怎么讲，就是第一眼你就会完全被他吸引住的那种，不是，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有点犹豫，说到底要不要去
接近他呢？要不要发展这个感情呢？你其实会有点犹豫哦。OK， 那我个人会觉得啦，就是我个人会觉得，如果要交往的话，我其实比较推是这个，就是经过朋友或者是认识的人介绍，就亲朋好友介绍的这个人，我会比较推。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因为女帝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当 partner 当另外一半的一个指示，一个引导，所以我会比较推荐这个。那我会觉得国外的这个旅游或者是留学游学遇到这个，我觉得他会比较倾向于就是真的是激情就是瞬间的那个浪漫跟瞬间的那个魅力爆棚喜欢这样子。那学校跟职场这个，我觉得可能你在攻略上面会比较辛苦一些些。OK， 那中间这是我们的 key card， 就是你们一开始选的选项的那个卡牌。船它的意思呢，我会觉得是，我觉得无论是这几条线，就是邂逅的一个管道都好，我觉得都可以牵扯上，或者是可以稍微带上有一些跟大家出去玩，就是出去旅游、出去玩的一个要素在里面。例如说，如果是学校，或者是例如说，假设是职场的话，就例如说员工旅游啦，或者是例如说我们现在7、8月可能不知道毕业旅行或者是例如说可能班上几个3、5好友，你们自己出去，就是找几个朋友一起去，例如说可能 barbecue 啊，或者是例如说可能一起出去唱个歌啊什么的，就是或者是去附近的一些景点，就是3、5好友一起约出去玩，男男女女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可以让你们的可能可以认识得到，或者是可以增进你们的感情，增进你们的彼此的认识。那如果是亲朋好友的话，例如说家庭的家族的旅行啊，那或者是说可以就是跟自己比较要好的一些亲朋好友，就是一起出去走走，出去玩玩这样子。好，那国外旅游就更不用讲了，我觉得它本身就代表一个出航，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就是利用一些出去玩或者是旅游的一个方式，去可能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去认识新的人，或者是去增进彼此的一个认识，或是增进彼此的一个感情。那今天虽然比较简短，但第一组的朋友，我们的解牌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白色棉花糖和月亮的朋友，你的新恋情会在哪里出现呢？我们来看看哦。
这边空间有点不够，大家忍耐一下啊。等一下解牌的时候给大家看牌。我看一下还有哪一个。OK。哇。还有一个位置，稍等一下哟。OK， 那我们开始解牌吧。首先我将邂逅的方式管道做6个分类。第一个分类是网络，第二个呢是例如说外出，稍微外出买个东西啊，或者是例如说喝个下午茶的一个小小的邂逅。那第三个是学校或是职场。第4个呢是国外旅游或者是国外留学。第5个是透过认识的人的介绍。那最后一个呢是你已经认识的人，从认识的人里面发展出的新恋情。我们一个个来看，我们现在目前比较有可能的线是第1个、第2个、第3个、第4个，总共有4条线，我们一个个来分析哦。先看一下这个，就是透过网络或社交媒体遇见的恋情。好，那这一组牌呢，我会觉得你在认识上面，就是你去认识人这个管道，会让你比较容易去发挥，也比较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的累，不会这么的累人这样子。那你在网络上，接下来你遇到的新恋情，他会是怎么样子？这个人会是个什么样的特征呢？我跟你说，我觉得你们2个会很合诶。你们看哦，这是 Pentacles 的女王跟国王，
就是钱币的国王跟皇后，居然是一组的出现，所以代表我觉得这个人他应该在，例如说可能金钱观，或者是一些三观面上面，会跟你非常非常的合，就想法、思考、逻辑，或者是可能例如说原生家庭的一个教育观、教育的一个基础，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会非常合哦。出现一对 ，OK， 一对的牌，好酷哦。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不会让你有不安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没有就是其他的备胎，他也没有其他的例如说喜欢的人或什么的，所以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因为有时候我们网络交友就会担心说会不会对方也同时会有很多很多人在聊天，然后很多人都就是会有很多的人就是约出去这样子，但这个人他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OK， 所以这是一组的牌哦，非常的奇特，很酷。OK，所以我自己有点吓到。所以OK，这是网络上你会遇到一个新恋情，然后是跟你的想法观念很合的一个人因为你们是天生一对，而且他不会让你有任何不安的感觉，也不会脚踏两条船，或者是有一些跟其他人有暧昧，他不会。OK， 好，这太奇特了，我一定要就是留在画面上，太棒了，好酷哦！这样子的牌组其实很少出现诶。对啊，因为其实我每一次准备就是大家的准备大家的牌的时候，我都是大洗牌，然后至少会切2-3次牌的那种，然后这么多的位置却出现了这样子的2个都是真的，非常的酷。OK， 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第二个就是你可能例如说稍微去吃个下午茶，或者是去买个东西，然后就会有可能会转角遇到的爱这样子。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征是什么。OK， 好。Knight of Wands，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应该是一个很有包容力，然后年纪可能会是比你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是 King 的话，他通常年纪会比你大，就是3岁以上这样子，或者是他可能整个人表现出来的一个气质是比较老成稳重的，又加上他有这一张就是魔杖骑士是倒着，所以我觉得他个人的一个感觉就不是那么的就青春洋溢，然后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冲的一个人，他会比较是年纪大一点，然后比较沉稳，然后比较会体贴别人，察言观色这样子，然后很有包容力，然后也有情绪，可以带给你情绪价值的一个人。只是他可能就是对你而言，可能行动力比较没有那么的高。OK， 然后我看一下就是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本身不会带给你太大的压力，或者是不会让你有那种防范的感觉。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例如说你常常去的店里面，
然后他也常常去那家店的那一种，就是你们虽然没有很认识很熟，但是其实你们应该搞不好已经有照过面了。然后可是，所以你才不会对这个人有这么大的一个防范。就是例如说，可能每次去的那家餐厅，然后某一个人就永远都是坐在那边这样子。哦，或者是每一次你去的时候就看到，诶，怎么他也来了这样子。会有这种可能哦。那我觉得他不会让你有一种防备心、防备的感觉，然后你跟他的相处也比较不会那么的有压力。OK。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你常常去的某家店，或者是例如说常常去什么地方，然后就就遇到这样子，常常遇到的一个人。那虽然可能没有直接认识，或者也有可能是就是店家里面的人这样子。OK， 好好的观察一下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国外旅游或者是留学的部分哦。OK，我觉得这个人他会让你很需要，就你可能认识他，然后你可能会在国外认识他，然后你会觉得有点小鹿乱撞，然后所以变得你要很努力的，例如说跟他讲话的时候，你都要稍微就是你会逼自己深思熟虑，或者是就是要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这样子。那而且出现这个钱币二，我会有点觉得有可能不是本国人。也就是说，例如说，可能你们沟通的语言都不是自己的母语，或者是，就是例如说，他可能搞不好就是也是跟你同个国家，只是说他从小就是在国外长大，然后他不太会讲我们自己本国的语言这样子。OK 吗？吼，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两个语言，然后两个齿轮在互相就是有点卡住，可是又卡不住的感觉，这样子哦。然后对话上会有点火花，然后又加上我觉得你可能会就是担心，诶，会不会自己讲话遣词用字、单字用错、文法用错啦之类的，就是你会有点紧张这样子。但是这个人的特征，我们来看一下哦。Page of Swords，OK，我会觉得他年纪应该会是比你小的，或者是他可能比较 baby face，就是可能外表看起来比较年轻，就有点就长得可能比较可爱哦，那一种比较不像他的年龄应该有的那个外貌这样子哦，比较年轻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你会看到他，你会那种一眼看到他就觉得天雷勾动地火的感觉哦。你会就是有种被电到的感觉，就被天打雷劈的感觉，就是被天打雷劈的感觉哦。OK， 好，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对你来讲是非常有魅力，而且非常好玩的一个人。然后你会需要很努力的去，就是张开你的天线，然后去看、去观察、去听、去理解他在说什么、他在做什么的那种。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你周遭的朋友，例如说跟你一起去留学、一起去游学的朋友或同班同学，他们是可以帮你的，是可以帮到你的，或者是说真的就是同班同学哦，因为魔杖三它本身是一个合作 group 团体的一个牌，那所以我觉得会有这个可能哦。
然后再来就是，或者是这个人他有可能是可以帮助到你的。OK 吗？好 ，OK， 好，那我觉得那个塔很好玩，所以我放它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组哦。最后一组，这个是你其实是已经认识他的了，然后，就是所谓的认识，不一定是真的要很熟的朋友那种，有可能，例如说，可能你已经在，例如说，可能 IG 上面你们已经互追了，互相追踪，或者是例如说脸书啦，或者是例如说，例如说 X 上面之类的，就是你们已经是有认识的都算好吗？不过如果是网络上面认识的话，我觉得单纯是网络上认识的话，我觉得会是走这一组。可是如果你们已经就是已经有约出去见面过的，或者是例如说之前工作的职场上的认识的同事之类的，你已经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或是你已经从那个学校毕业了，可是你们之前大概都知道这个人，或是我有听过某某班上或就是某某部门的某个人这样子这个也算 OK。那我会觉得这个人他看看OK。他的特征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爱、很温暖，然后会给很多情绪价值，而且可能是还蛮好聊天的一个人。然后温柔体贴，然后很会看风向，很会看你的状态，然后去体贴人这样子。那但是呢，我觉得你们出去啊，或者是你们之前，就是你们不太是走那种就是尬聊路线的，有没有？就是不是那种随便乱聊天啊，然后就是讲一些废话，然后或者是互亏啊，然后开玩笑的，或者是单纯只是吃喝玩乐路线，不是？我觉得你们比较多的是，有时候可能在聊天的时候会谈到一些比较深层的话题，例如人生的话题啦，或者是一些自己有时候遇到的一些状况，然后彼此会互相分享交流自己的对于一些哲理或者是一些比较身心灵上面的一些想法。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觉得是说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就是接下来才要开始的一个感觉，就你们接下来才要开始，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对他真的是不是认识很深的那种，因为有钱币七，它是倒着的。钱币七如果它是正的话，就代表是说你们两个已经认识到某一种程度，然后想要再进去下一个阶段。但是它是倒着，代表是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认识还并不是很深，没有那么熟。真的很像是我刚一开始讲，就有可能是之前的职场，或是之前的学校认识的，或是之前补习班认识的，然后你们还没有熟到，就是觉得已经可以进入下个阶段，或者是已经熟到可能常常可以出去，没有，
对，你们可能也还没有出去过，还没有一起出去过，而且彼此还不是很熟的一个人。那聊天的时候也比较会聊一些心灵上的事情，或是比较自己的观念上的一个部分，这样子。OK， 好，那我们的 key card 是月亮的牌哦。那我会觉得啊，就是月亮的牌，我会觉得就是你们可能比较情感热络的时候，都比较有可能是晚上。这是第一点，就是夜晚的时候，你们可能比较会有一些什么，例如说讯息的交流啦、聊天呐，或者是说晚上比较才会一起出去吃个饭呐，或者是可能例如说晚上去喝个酒的时候认识这样子。OK， 我觉得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虽然比较简短，但是我们第二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组，选择蓝色棉花糖和房子的朋友，你的新恋情会出现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哦。这边比较没有空间，先让我这样放，之后我把它展开解说。看还有哪一个 ？OK。OK， 这条线是没有的。好，看一下这个。看一下哦。
OK，我们开始解牌哦。首先我将邂逅的管道分为六个区块。第一个是网络认识的，就是社交平台、网络平台认识的。然后再来这个是可能稍微外出去吃吃喝喝买个东西会不会遇得到，就转角遇到爱。那第三个呢是职场或者是学校。第四个是国外出国游学留学。那第五个是透过认识的人介绍。那最后一个是你原本就已经有认识的人里面发展出来的一个新恋情。那这一组的朋友呢，比较有机会是这两个管道，一个是网络，一个呢是透过认识的人，就例如说亲朋好友给你介绍。Okay， 我们一个个来看。我们现在看网络的这一个哦。网络这个我会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会觉得可能你会比较需要有勇气先去打开你的，例如说就是交友软体啦。就是因为出现了我会觉得你先带着一个比较就是好玩的心态去认识这样子，你先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开始。因为我觉得出现了负就代表其实你应该可能平常没有不太喜欢或不太常用交友软体，或者是就是在网络上认识人这样子，所以可能会需要有点跳脱自己的一些可能规范，然后让自己就是傻傻的不要想这么多，先去试试看，先去玩玩看这样子。那这个人呢，我们出现了 The Lovers， 就代表说我觉得你会在网络上，你会在你的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你的新恋情，而且你们应该会在一起的，好吗？你就冲吧，好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人的特征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讲话或者是态度上面是比较温和比较静的，就是不是那么的聒噪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聒噪的人，然后讲话可能比较沉着稳重，然后还蛮有想法的，蛮有智慧的的一个人，而且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应该年纪比你大。OK 齁，那再来就是，但是我觉得你会有一点，就是你们两个之间可能聊天的那个火花进展有点就是有点快或什么的，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会对这个人会有点不太相信，就你会有一种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是诈骗或什么的。这个我们来出一个那个好了，我们来出一个补充牌好了，就是要把这个可怕的事情排除。我们可不可以信任这个人？看一下哦。好，再一张。虽然这张已经足够说明，但我们再一张。OK， 好嘞。我会觉得这个人你是可以信任的耶。我觉得是可以信任的啦，就是你真的可以，如果你认识了他，你先勇敢的打开你的交友软体，然后你勇敢的去认识他，然后你勇敢的跟他就是去发展你们的感情线，我觉得你是可以跟他在一起的，不用担心。
他不是那一种骑驴找马，或者是有别的人还上来认识人的人，他不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哦。OK， 就出了这两张牌，我其实比较放心一点，因为这个是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本身可能他的疑心，就他也可能是比较会怀疑的人，也不是疑神疑鬼啦，就是会比较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他的感觉应该会跟你一样吧，就是突然之间上交友软体，然后居然真的找到一个可以跟自己聊得很好的，然后可能说不定外表也是自己喜欢的。那对方如果又很积极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感情诈骗，就有点恐怖。所以因为现在网络上的诈骗太多，所以其实大家都会比较警戒心高一点。那我会觉得不是坏处，不是坏的，就大家一定要要保护自己。那可是我觉得这个人，我觉得他是可以信任的，只是等一下哦，我再帮你们出一个建议好了，因为这组的朋友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最重要新恋情的一个管道是在这里，所以我就是稍微再看一下，再看一张，就是有没有什么建议？OK，我会觉得啦，我会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在消除彼此的你们两个彼此的那个怀疑跟不信任的部分，可能会有很多的叠对叠这样子，就是你们可能会需要很多很多的花费一些可能方法或是一些努力去把一个一个的不信任感，或是一个一个的怎么讲怀疑给去除掉。所以但我觉得你们会成功，你们这一组会成功，就是你应该可以跟他在一起的。因为出现了 Lovers，塔罗牌这么厚一叠，出现在这个地方又是正位，它真的不是一个偶然。那我会觉得你们就好好的去享受你们的恋爱吧，几率非常高，非常的高，而且会有好的结果。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位置，这个是经过你的可能亲朋好友介绍的哦。这个组合其实在缘分上就弱了一点，你看就是光这边的色泽，就是你看它是有火，然后有很多的，就是有 lovers 有爱，有大的阿尔克纳很多，可是这一组就是这个位置，它其实几乎都是小阿尔克纳，有没有？好，所以它的缘分比较没有那么的大，就桃花没那么大。OK， 我会觉得是比较有安心感的一个新的恋情，可是也许是因为你们是经由共同的朋友，或者是可能例如说亲戚介绍的，或是朋友的朋友去介绍的，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们的进展会比较属于就是在水面下的一个进展，就不太会不会大庭，就是比较不会就是到处去宣传说你们两个可能最近在暧昧啊，或是两个人最近有在联络有在聊天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属于会是比较暗的来这样子暗中的联络，然后聊天这样子这个情况。那我觉得我觉得朋友的朋友，可能你之前可能甚至完全没有听过这个人，或者是你可能有听他讲，就是听你的朋友讲说可能要介绍
一个人跟你认识，可是你可能当下并没有去，就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去说哦好，我就要去认识这个人。你可能过了一阵子之后，可能最近再跟他提，他才会才又会介绍给你认识。就是你们距离上一次你们听到对方的名字，或是你们知道对方有这个人，可能有个契机，但是可能中途你们就没有任何的发展，没有任何的联络，这样子。好，然后他现在才要走过来的感觉 ，OK， 再给我一张特征好了，因为这一组的朋友，再给我一个特征。再一张。对啊，你们这个位置上面，就是经过朋友介绍这个位置上的感情的那个线比较细，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比较微弱。哦，可是你们还是有可能会在一起耶。Two of Cups 跟 The Lovers 一样的，可是我会觉得一开始这个人他来的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你们也有可能可以最后走在一起哦，因为圣杯2它本身就是指跟 The Lovers 同样的一样是恋人的意思，只是一开始的发展可能就是比较弱的感觉。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还是会有可能会在一起，只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可能你在跟这个人相处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会比较辛苦，就是你可能会需要一点努力去维持，或是去追到他这样子哦。就我会觉得你可能要用一点心力去 get 到他，但是就结论而言，我觉得你们是会在一起，是可以在一起的。但是我会有点担心，就是可能你中间会比较，就是你在要拿到这个感情的那一段是比较辛苦的，比较需要努力的。OK，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们的key card， 就是说这个 The House。我会觉得你选择蓝色棉花糖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关键是来自于家里，或者是家族、亲朋好友。所以我会觉得你的认识的那个范围是比较处在于自己原本就熟悉的生活圈里面的一些人，附近的人，不会到太远。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比较多的交流的时候，都是例如说你可能窝在家里啊，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去亲朋好友家玩啊，就是比较不会是不会那么的有动态，就是去外面奔波，去外面去露营啊或什么那种感觉不太会。我觉得会比较倾向于是在家里，或是比较是静态的一个联络感情，或者是去认识对方这样子。那我觉得也许你们之后你们搭上线了，你们认识了，我觉得也比较多的约会，或是比较多的见面啊，会是比较是在室内的情况多一点，就不太会去跑到外面去玩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可能就是以例如说跟亲朋好友一起，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或者是例如说去谁家，就是去喝一杯或聊天，喝个下午茶这种感觉，就比较是在室内的一个状态这样子。OK， 好，那这一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第4组，选择粉色棉花糖和小孩卡牌的朋友，你们的新恋情会在哪里出现呢？看看吧。看一下特征。这边有点挤哦，我等一下会把它展开来解牌，大家稍微忍耐一下哈。OK， 我们开始解牌吧。我把邂逅的管道分为6大类。那第一类呢是借由网络认识，第2类呢是例如说小小的外出，出去喝个茶、喝个咖啡、买个东西会认识的，转角遇到爱。那第3个呢是学校或者是工作的地方、职场。第4个是国外出国旅游啊，或者是留学游学。第7个是经过认识的人经过认识就是亲朋好友介绍的。那最后一个是你已经有认识的人，从你现在已经有认识或认识之前的一些可能暧昧过的人啊，或是之前认识的人的管道认识。发展成新的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选择这一组的朋友呢，会比较有可能出现的新恋情是经过网络跟已经认识的人这2条线比较有可能会发展。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网络上认识的。我会觉得就牌面上而言，这个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就是
成功几率可能比较大，因为它是 Empire， 然后而且是正的。那里面的像人物牌啊，或者是大阿尔科纳的比例比较多。那相对的这边就是都是小阿尔科纳的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缘分可能就没有这边的这么的深。好，那我们来看哦，就是网络上去认识，我觉得你在网络上去认识人，应该第一就是你可能已经有过经验，那第二就是我觉得比较能够发挥你个人的魅力，跟特色这样子，那也比较会成功。OK， 那你接下来认识的人，他的特征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应该是自己蛮有人格，就是蛮有个性，然后蛮有魅力的一个人。因为，魔杖女王她本身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就是自己本身就散发出一种很独特魅力的一个人。那再者就是她有可能是有一些特殊的技能，就是一技之长在手的。例如说像工程师啊，或是绘师啊，或者是可能就不是那种一般公务员的感觉，就会比较倾向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技术，然后很特别的一个人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他的脾气可能不是很好，OK 哦，他脾气可能不是很好，或者是可能会比较容易吃醋。就个性不是很好，容易吃醋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觉得是说，我会觉得他会是比较那种就是可能一开始吧，就是会比较不会愿意去接受，不太会容易去接受别人的好，或者是他会比较一开始防备心比较高一点。然后甚至他可能不会觉得你会喜欢他，就是相较之下，虽然他其实可能个人蛮有魅力的，然后也就是很有一技之长，然后个性也蛮特别的，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个人他可能有点自卑嘛，或者是有点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明明他应该蛮受欢迎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受欢迎，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有自信这样子。OK， 我们看下一组。这一组我觉得成功几率是高的，而且我觉得他内心的那个把自己绑住、把自己束缚住、没有自信那个部分，我觉得你可能需要花一点功夫去把它解开。有就是有那种就是明明长得很漂亮，然后能力也很好，可是不知道在没自信些什么的人真的。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还有就是这一组是你从之前已经认识的人，应该说，我觉得这一组比较特殊就是我应该说是你们之前应该是有一段感情的，就是曾经有一段感情，或是曾经有暧昧，或是曾经已经快要成为男女朋友了，可是中间有一度就是失败，或者是搞砸了，或者是你们可能是复合，就是之前你们是有在一起的，可是之后分开了。那这条线我觉得会是复合的路线，或者是之前的前女友、前男友，或者是前夫、前妻旧情复燃。那或者是可能已经快要在一起的阶段，可是就
因为一些状况，然后就拜拜了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原因可能有很多个，就是你们可能就是，我觉得当初你们的可能一些吵架，或是一些争执的，或是一些失败，或是搞砸了的原因，其实应该有很多很多。因为这圣杯就是有很多很多有的，你看这个杯子丢来丢去什么的，有没有？就五花缭乱。所以我会觉得至少从这张牌我可以感受到的是，你们应该是彼此是知道对方很多东西的，就是熟悉的，而不是一个全新的或是一个比较不熟的人，而是太熟了，就是熟到他的好跟坏你都知道的那一种。那加上这一张是钱币十，它本身是有家人，或者是就是家族家人自己的一个很接近自己的一个就是核心的圈圈的一个牌，所以我会认为真的有可能是你们曾经一度是家人了，或者是你们一度可能已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的一个牌面这样子。就是已经熟到，或者是你认识的人里面，就是可能已经熟到像家人一般的人，有可能会发展出新的恋情，就是很比较经典，像那个谁啊，就是好像是什么，就是林心如跟霍建华吧，就是他们就比较像这样，就是已经认识很久很久很久，然后也很熟，可是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那个契机，可是某一天他们就是在一起，然后就结婚这样子，就是很熟，可是原本都没有那种感觉，没有在一起的征兆，可是你们在一起的那个 timing 快到了，就是有点这样子的感觉哦。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非常熟。而且这两张牌我也觉得有可能，就是例如说，可能你失败了，或者是搞砸了，好像也不会太担心对方会觉得因此不理你啊，或者是因此就讨厌你那种感觉。就有几个方向哦。OK， 那我们来讲一下 Key Card。是小孩的卡牌。那我会觉得这一组的朋友，选择粉色棉花糖的朋友，我会觉得你比较需要把自己原本的，把你自己最原始、最原本的、最纯粹的部分表现出来。那我觉得对你的感情都是有帮助的，就是回归到最原始，我觉得可能你很久没有那种就是像小朋友，就是你小时候那种开心的微笑、开心的大笑，然后很疯狂地做一些事情，或者是让自己可以专注于一件事情，然后就忘我的那种。就我觉得你可能现在太多的事情或太多的一些元素汇集在你的身上，你已经
把你自己心里面那个小朋友，你心里面那个最纯真、最天真的部分给忘了。可是这个你心里面的那个纯真跟那个纯粹的地方，其实最漂亮的、最吸引人的。我觉得如果你有遇到这些人，我觉得你要把这个部分多表现出来，会很有帮助。就是回到最初最一开始的那个自己。那感情我觉得也是，就是如果是套用在我们刚才讲的，就也许如果啦，就是比较特殊情况是复合的情况的话，那我会觉得你先回归到当初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当初你们两个人走到婚姻或走到在一起的这个时候，你们当初是的一个想法，对对方的一个想法跟感情是什么？我觉得你们要先回归到，要把它时间轴转回去到原本你们当初对彼此内心很心动、很有感觉的那个时候。然后，如果是认识很久呢，一直都是好朋友，一直都是好闺蜜、好哥们的那一种，那我会觉得你也是多把自己放松，然后纯真、天真、纯粹的部分多显露出来。我觉得对于你们现在的一个现状平衡，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那再来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网络上认识的这个对象，那我会觉得他刚刚讲到他可能脾气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他比较有纯真纯粹的那个部分存在。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要比较像是一个大人去包容他，去 take care 他的感觉。对，然后去欣赏他的天真无邪的部分，或是比较可能可爱的部分，这样子，好吗？好，那今天我们第4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那我们今天4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六花洛卡。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是留言给我分享你们的小故事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